苦楚之战第7章，辗转据四川。第7集，徐母王香平把宝慧的衣物寄到重庆，宝慧托他买饼干、烤花生、奶粉、鱼肝油、维他命、香皂等，送到关在日军集中营的广爱医院史密斯院长夫妇。陈本夫给特工每人一本圣经，带圣经和笔记本，让人觉得是慕道友。陈本夫去真光学校礼拜堂，为公一私，他要追求宝慧，与情敌林浩恩一决胜负。严宝慧到重庆的次日，就给永道的母亲王香平发平安电报，之后写过几封信。香平和宝慧都没想到珍珠港事变是港九沦陷日军之手，二人上海一别之后竟数年不能相见。圣诞节前1个多月，严宝慧接到王香平的信，说要把他留在法租界家里的衣物用品寄到重庆。香平知道重庆物资短缺，有钱也难买合适的东西。宝慧在重庆当小学老师的薪水，与在上海法租界英仪大药房进口部经理的高薪相比，有着天壤之别。现在的收入只够维持生活。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等盟国对日宣战，日军接管盟国公民在上海经营的学校、医院、工商企业、金融机构，并冻结银行账户。严宝慧在英仪大药房任职时，大部分薪水换成美元存在英国人开的汇丰银行，只留日常开销和给教会的十一奉献并感恩的奉献。王香平服务的广慈医院是法国教会办的，医院工资发放和财务运作是通过法国人经营的东方汇理银行。王香平把儿子徐永道的抚恤金和自己大部分存款换成美元存在东方汇理银行。法国维希政府已经投降纳粹德国，日本与纳粹德国是盟友，因此日军没有接管法国人在沦陷区开办的机构。王香平原本是为在同一家银行存美元保值省心，不必花心思理财，有机会就把他的积蓄换成美元存入东方汇理银行，只留够生活用的国币和少量应急银元。无意中他躲过了太平洋战争带来的日军冻结账户和国币贬值之害。宝慧让王香平在淞沪抗战前在杭州你我轩拍的那张与永道的合影也寄来，并托王香平买几盒饼干、几包烤花生、几罐奶粉、几瓶鱼肝油，还有维他命等能存放一段时间的营养品，还有几块香皂、几身换洗衣服。去上海愚园路404号日军沪西第1集中营，看望关押在那里的杭州广爱医院史密斯院长夫妇。珍珠港事变不久，日军就到杭州广爱医院把英籍和美籍医生、护士、牧师都带走了。日军宪兵队早就对暗中救护国军伤兵和抗日游击队的英美人士恨之入骨，但因碍于国际关系而不能抓捕他们。美国对日宣战当日，英国对日宣战，日军
把中国沦陷区的蒙国公民抓进集中营不久，史密斯院长夫妇和杭州英美人士都被转运到关押盟军战俘并公民的沪西第一集中营。史密斯院长他们在路上受尽日军欺凌。从南京沦陷到民国31年，也就是1942年5月，研保会林浩恩相继逃难到重庆时，重庆作为陪都已经4年，在日军飞机无差别轰炸中，重庆人早已看惯衣衫被烧光，赤裸的身体、尸体混着残肢断臂，任由轻师队队员用大铁锨如铲垃圾般铲到运尸车里，运尸车从市中心经轮渡拉到南岸，像倒垃圾一般，把烧死的尸身、头颅、肢体碎块倾入巨大的垃圾场，一举埋葬众人，没有追思葬礼。珍珠港事件引起的太平洋战争，成了重庆人走出挨炸厄运的起点。与日军恶战4载，不堪重负，2度自杀未遂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还有在纳粹德国狂轰滥炸下压力重重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这2位领袖听到珍珠港被日军偷袭得手，不约而同流下喜极而泣的泪，因为他们知道美国人要参战了。美军一边与中国人一起收拾日本人，一边与英国人一起对付德国人。珍珠港事变对中国人是天上掉馅饼，对美国人是背后挨闷棍。美国人空前合一，同仇敌忾，施暴珍珠港之仇，全美兵工厂马达齐鸣，科学家投入研发战争物资，准备与轴心国海陆空3期开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几周后的民国31年元旦，美国、中国、苏联、英国等26国结成的反法西斯同盟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同盟国宣布蒋中正担任包括英属、缅甸、泰国、法属印度支那的中印缅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盟军成立不到4个月，日军攻占缅甸，逼近云南雷允，美国飞虎队被迫撤到云南义、昆明等地。当年7月，飞虎队解散。飞虎队及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解散后就地改编成美国陆军航空兵，就是 USAAF United States Army Air Forces 第10航空队驻华特遣队第23队。飞虎队长陈纳德由中国空军变为美国陆航准将大队长。次年3月，陈纳德升为美国陆航第14航空队少将司令，以重庆九龙坡白市驿机场为主要基地，内设美军司令部和招待所。陈本夫从沦陷的香港回重庆不久，就被派到驻白市驿机场执行特殊任务。美国陆军航空兵在中国正式参与对日作战之前，重庆人最怕看见大红灯笼高高挂。民国27年，也就是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日军以武汉3镇为基地，对陪都重庆
长期无差别战略大轰炸。鸣笛警报需要电力，而重庆居民区尚未全部通电，有电的区域也时常中断，只好在各制高点挂一只大红灯笼，表示日机在30分钟左右飞到，2只表示即刻到，3只则意味着飞离重庆天空。看见1只或2只大红灯笼，必须快跑到防空洞，见3只则不许乱跑，怕吸引日机注意力。美国对日宣战后，美军陆航正规军进驻重庆机场，300多架援华飞机，由赴美培训的中国空军官校飞行学员从美国辗转开到重庆、成都机场，使重庆防空力量陡增，日军空袭密度骤降。重庆天空从此不再任由日军飞行员撒野般投弹而无还手之力。研讨会林浩恩到重庆时，大轰炸的阴影正在散去。陈本夫在重庆广义中学校礼拜堂再次见到研讨会，使他沉寂多年的情愫被激发，不赶走日本人誓不结婚的信念被动摇。在礼拜堂，他听了保会的见证，又与他在康克若西餐厅伫立听回家，并共进午餐，使他从充满杀戮、血腥残酷的战争时代感受到人间还有温暖柔情。那天，他把保会送到真光学校后，独自驾车到白市驿机场空军基地办公室，看有没有急需处理的公文。他看到一份报告说，日本间谍买通汉奸混入重庆的礼拜堂，假装对耶稣基督感兴趣，参加教堂活动，伺机接近军政要员和工商界领袖，以获取军事、政治、经济、金融、工商、文教、医药等信息，为日军空袭提供准确数据。国府迁都重庆的4年中，长江北岸重庆市区的教堂几乎都在日军无差别轰炸中毁于战火。原在市区的外国使领馆迁到南岸，军政要员和工商各界领袖也大多移居南岸，其中不乏常去教堂礼拜的人。日军谍报机构就买通汉奸混入南岸教堂。看到报告，陈本夫马上部署对策，他订购一批圣经，发给安排到重庆各教堂监视汉奸行踪的便衣特工每人1本，他自己也拿1本。他让他们回家阅读圣经，去教堂执行任务时带上圣经和笔记本，听到时记笔记，让人觉得他们真是寻求耶稣真理的慕道友。最近，陈本夫每礼拜天都去保会教书的真光学校礼拜堂，此举既为公亦为私。他准备追求保会，与情敌林浩恩一决胜负。礼拜天清晨还不到7点，陈本夫就带着圣经和笔记本到真光学校礼拜堂。他走到第3排靠边座位坐下，等待保会出现，同时观察会众是否混入了日本间谍汉奸。今天就到这里了，多谢各位收听、收看、订阅。